大家好，我是李宗林。嗨，我是娃娃。我们今天要读书会吗？哦，对，是读书会，没错。对，然后要讲的是Robert Dick 的这一本透过现代技巧学习长笛音色。是。对，其实这本书出来蛮久了。对，有一阵子了吧？多久啊？英文版是1986年。1986啊？对啊。哇。中文版这一本是2015年。这本书是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我老师他是直接用这本当做我们的音色教材。哦。就是Robert 的这一本跟那个 Marshall Morris 的那个 Della Sonorite，就是那本音色教材，就是我们同时用2本。哦。对。那后来再回来台湾之后，因为你知道我其实跟 Robert 跟了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对。他大概是我所有老师里，所有的长笛老师里面，我跟的时间跟最长的一位。那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有问题。所以你那时候说用这本的时候，那时候 Robert 是你的老师了吗？不是。哦。不是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认识 Robert。哦。就是我们在音乐营上面认识的。对。然后，所以我从跟他认识，第一次见面应该是2004年吧。哦，一直到我回来台湾之前，都有持续在参加他的音乐营。对，然后回来台湾之后，我们就开始用视讯上课。哇，所以你是很早用视讯上课的人呢，对不对？还没有疫情之前就开始了，就是对，先驱。那一算，我那个时候开始翻这一本的时候，我已经跟 Robert 已经认识10年，超过10年了。对。所以当时在翻译这一本书的过程当中，我算是，因为我翻其他的书，大概不会跟作者有那么频繁的联系这样子。可是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，因为我还在跟 Robert 上课。哦。对，那个时候我都还持续在跟 Robert 上个别课这样子。那所以我其实每一次翻，我就会问他说你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，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，然后你这边那个谱是抄错了吗？抄错了。因为我听我吹起来的音高好像不是这个样子。哦。然后这样子，就我们前后来回这样子讨论了蛮长的一段时间，然后也揪出10几个错误这样子。对。其实很厉害，就是他这本书，这么多的字，这么大量的乐谱，才错了10几个地方。对啊，就很厉害了，真的。因为我们自己在写教材就知道。对，那个，不管你怎么校稿，永远都会有。对。永远都会有那个一些错误。对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当年真的是校稿校的。太完美了。对，好精准，而且他的那个错真的是错在很小的地方。哦。对，那所以后来我们就把这个书这样子推出。那出版社那个时候也顺势就邀请 Robert 来台湾嘛。你如果还记得的话，那一阵子。所以我想说，这本书已经出来这么久了，但是我好像还是常常发现很多人还是不懂这本书。我自己承认，是我。对啊，因为我自己在教学生的时候，我上课然后我也拿这本书当做教材嘛，对不对？我先说这本书卖的再多跟我都无关，因为我当初是拿翻译费，我不会抽版，我没有抽版税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不是打广告，没有打广告。这个跟广告无关。就是李老师很喜欢这本书，所以他想要分享一下这本书。对，我那个翻译费一开始就拿完了。哦，真的。了解。好。那因为我自己也用这本书在帮助我的学生去改善他们的音色。对。那但是在跟很多其他的就是你没有跟 Robert 上过课的人，或者是一般只是读到这本书的人，好像不是很了解这本书到底能够做到什么事情这样子。是。所以我很想说，那我们就来拍一下这个系列这样子。好。对。
好，那所以吴老师已经先读了1章了，那要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吗？我的心得哦，好，我要开始翻我的大抄了。对，其实我写很多笔记，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。对，那我觉得它里面有些就是关于练习的方法跟态度是很好的，我都有把它写出来变加词美句。对，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来加词美句分享一下。好，对啊，不过我觉得啦，真的就是没有拍，然后要认真读之前呢，我其实真的之前在书店看过也翻过，然后看完就觉得这不是我的菜，然后就放回去了。对，然后就拜拜这样。那不是李老师说要拍的话，我也不会去把它挖出来，然后好好的看它一下这样子。对，那我觉得他应该是说 Robert 是一个很细腻然后详细的作家。对，然后其实看着他在说的文字，好像感觉我其实照着一步一步做，应该会有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跑出来。对，但是要有勇气踏出去那一步。真的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还在挣扎那个要不要踏出去那一步，但是起码我要打开书了。好，对，我要打开书了。好，对，是好了，我讲完了，我不要讲了。对，因为 Robert 真的是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，他很擅长解释很多的事情，然后他会把很多看起来很抽象的概念跟想法，用很具体而且实际的步骤，一个步骤的这样子讲出来跟列出来。他不是只有这一本，他其实另外一本那个循环呼吸的书也是一样，只是那本我们就没有翻成中文这样子。对。那目前Robert 的教材有中文化的就只有这本吧，应该是这本，这是唯一的一本。这本书讲说是现代技巧，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学习现代技巧的书，可是你要把它当作现代技巧的入门教材，当然可以啦，但是它其实更重要的一个点是在训练我们的音色控制力。因为它里面所提出的每一个技巧的练习，都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音色控制上面有更进一步的进展。对。所以它一开始它的第一章就是前导概念。那前导概念其实它就分了好几个部分，分了4个部分。没错。那我们一开始当然就是从那个喉部调音这边开始。对。